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蝙蝠车并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莫里亚蒂通过特殊手段投放给他的。只不过因为来路有问题，再加上等级过高，为了能通过检查，莫里亚蒂特意把所有的武器都拆解掉了，这才通过了检测。所以蝙蝠车的主人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诱杀我。要不是这样，蝙蝠车的主人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折，一发导弹就能解决了我。他不得立刻将我抓出来，碎尸万段，以解心头之恨。然而他刚刚想到这里，忽然感觉到胸口一阵的剧痛，他低头一看，胸口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大洞，边缘焦糊一片，前面的车子上也多了一个手臂粗的圆洞，边缘光滑如镜。怎么会？蝙蝠车的车主一脸不敢置信，他的车子可是莫里亚蒂大人给的7级车，虽然没有武器，但是配套了7级装甲，还有各种反导设备，在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人能杀得了自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蝙蝠车的主人栽倒在座位上，蝙蝠车也被激光击穿了引擎，渐渐失去了动力，从天空中坠落到了地面上，激起了阵阵尘埃。太棒了！激光果然不愧是8级的车载武器，导弹无法解决的敌人都能够轻松解决，除了受天气影响太大之外，耗能有点大之外，几乎没什么缺点。我立刻将车子开了过去，此时蝙蝠车已经栽倒在了地面上，砸出了一个不浅的坑。看着栽倒在地上的蝙蝠车，我有些犹豫了。正常情况我肯定是拆车，但是这车等级很高，我琢磨着能不能把这辆车收起来，当做备用车来用，万一自己的车被打爆了，自己还有个备用车可以使用，逃出了一条性命，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越级分解，拆解车辆100%概率获得一份图纸。这辆车为7级车，经过莫里亚蒂改装，受到影响可以100%获得一份汽车配件。另外，本车内部有定位，莫里亚蒂可以通过定位系统随时掌握车辆所在位置，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车子的控制权。果然是莫里亚蒂这个家伙。既然这玩意上面有莫里亚蒂留的后门，那我就不敢留了。001，把这东西给我拆了。我放出了10多辆自走机械，把蝙蝠车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电锯的声音响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7级车就是异常的坚固，愣是花费了50分钟才将车门打。我率先进入了车子里翻找了一番，这个蝙蝠车的内部并没有经过什么改装，内部空间和正常的车子相比差不多，甚至因为车体较矮的关系还更小点。不过车里却满是各种显示器，驾驶台上满是各种按钮，在驾驶位上趴着一具光头男的尸体，头上戴着一个亮晶晶的金属头环，上面还有一些天线。我好奇之下将其拿到了手里。心灵操控头环，通过释放电磁波让周围的人逐渐被催眠，最终达到言听计从的效果。意志越脆弱的人，效果越强。初步控制周期30天。这玩意没啥大用啊。这东西的效果倒是不错，就是周期太长了，居然要30天，只好收起来，准备让莉莉丝转身回来之后研究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价值。将头环收起来之后，我又从对方的身上搜出来一张图纸，图纸上除了各种参照物之外，只在一个地方标注了一个红色的 X 记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去这个地方看看，能被这家伙贴身存放的东西肯定不简单，说不定是莫里亚蒂在这个世界留的什么后手也说不定。我继续在车里搜查起来，车里的空间不大，东西也不是太多。我在车子的后座上发现了一把镀金的单筒猎枪和一把镀金的 M500， 看起来贵气十足，不过没什么用。在车子的后座上，我还找到了一些罐头和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在座位的下面，我发现了一张图纸，是单管23毫米机关炮的图纸。这东西的威力我看不上，只能卖掉。搜刮了一圈，确认没什么遗漏，我便让自走机械继续拆解蝙蝠车。又过了1个多小时，众多自走机械终于将蝙蝠车拆卸完毕。除去众多金属个之外，还有一件巨大的机器。我将目光扫到了机器上，眼中立刻浮现出一行信息：超级电子对抗系统2.0版本，7级汽车配件，由射频干扰器、雷达警告器、通用导弹警告器、涡条红外干扰散播器、光线诱饵散播器、电磁波干扰器、激光对抗系统等组成一个整体的光电和电子对抗系统，可以对红外制导导弹、激光制导导弹起到有效的干扰作用，使其失去目标锁定，有一定几率直接烧毁导弹内部的导引部件，极低概率修改导弹内部的参数目标，对无人机等设备也有强大的干扰作用，可进行一定的电子战，进行电磁干扰，压制敌人的无线电通信，干扰雷达。备注：由于是越级击杀获得装备，自动获得装备资格，可以无视级别限制。怪不得自己的几种导弹都拿对方的蝙蝠车毫无办法，原来是装有这种东西，不愧是7级配件，效果果然恐。说起来，这个8级的激光发射器也是莫里亚蒂送的，算上微型核反应堆，莫里亚蒂已经前后后送了自己3件物品了。要不是莫里亚蒂总是想要杀了自己，我都想当面感谢一下这位好人。我急忙让小爱同学将多用途装甲车开到了机器旁边，一只机械臂弹出来，碰触到了机器，
发现可安装设备，超级电子对抗系统 2.0 版本，请问是否加载？当然。一道白光闪过，机器消失不见，我立刻跑回了车里。此时，球形屏幕的边缘已经多出了一些分屏幕，显示着各种数据。操控台上也多了一些按钮，看起来复杂了不少。太棒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也可以无视那些红外制导和激光制导的导弹了。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就是，我失手将车主打死了，没能问出这家伙在这里建造一个营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现在所剩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从对方怀里搜出了这张地图，向着地图这个位置出发。多用途装甲车隆隆的在荒野上行驶着。我看了一眼自己的红名标记信息，此时的经验已经涨到了 LV1 126至200，每一点经验都代表着一个玩家的性命。再干掉80多个玩家，就要升级到 LV2 了。到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变化。尽管我一路上风驰电掣，没敢浪费时间，但是当我赶到地图上标记的位置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夜晚。一座农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木栅栏，硕大的农场大门，一栋2层楼的木屋，马厩、牛棚、葡萄田。房子的后面是一大片枫树林，旁边还有一个恒温游泳池，一栋标准的度假农场。小爱同学，你看看地图，确认是这里吗？我绕着农场转悠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这个农场和普通的农场有什么差别。如果不是地图上标注了这个地点，我哪怕路过也不会停下来看一眼。指挥官，我确认过2次，确实是这里，没有任何偏差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。我想了想，直接开车进入了农场。多用途装甲车缓缓地开进了农场之中。我先去牛棚、马棚检查了一圈，没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最终来到了那栋2层的木屋之前。